2015年，印度的普里城全城停电，一片漆黑倒不是因为城里的电力供应不足，而是普里城的贾格纳寺正在举行一项特殊的项目，为寺院更换神像，而神像中安装着一颗金刚心，不得不暂时中断全城的电力网。原来1000多年前，修道人的身体在一场熊熊烈火当中烧成了灰烬，而彼时修道人的心脏却是完好无损。也许是修道者借此来告诫后人，对修道要保持一颗坚定的金刚心，才能够功成圆满。而这颗金刚心作为圣物至今保存在印度的贾格纳寺。这个金刚心的主人是谁？又是如何跨越了国界，成为蒙古军的战神、日本的财神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黑天的前世今生。大黑天，古印度信仰的3大主神之一是宇宙的战神。汉文译作摩诃迦罗多神。在梵语中这摩诃是大和辽阔的意思，而迦罗是黑或者是时间，所以有时也译作大十天或者是大自在天。每当大黑天施展神威时必将摧毁大地上的一切，为众生消除罪业后再重新赋予新生和所需的福分。不过这大黑天一开始也并不是作为神祇而存在的。关于他的前世今生在史诗中有不少的记载。根据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所说，大黑天是古印度的一位大英雄。据说他出生在印度北部是雅杜族皇室的王子，而是国王就是他的伯父。按理说，像大黑天含着金汤勺出生在一般人看来，这绝对是天生富贵，出道即巅峰但与这身份地位极不匹配的是这大黑天的命运却是极其的坎坷。而他这样坎坷的命运是源自于一位算命先生之口。在大黑天还没有出生之前有这么一位算命先生警告国王说，你的弟媳妇也就是大黑天的生我，日后所生下的孩子会杀死你。国王一听这话，那是一不做二不休将弟弟一家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禁起来。有什么风吹草动国王的眼线第一时间赶过来通风报信儿。就这样，弟媳妇生一个，国王就杀一个；弟媳妇一连生了6个，国王是一连杀了6个孩子。这大黑天的父母与其说生活在王宫，不如说生活在这虎穴狼窝。好在第7个孩子在神明的庇护之下是得以逃脱。等到第8个孩子，也就是大黑天出生的时候此时父母再也不想坐以待毙，他们最终想到了一个办法，找来这个女婴代替自己的儿子，成功的把这大黑天悄悄的送出了王宫。果然不出所料见弟媳妇生下了一个女婴这国王想都没有想，举起手中的宝剑想要杀死这个女婴。这个时候，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女神的形象，显现出一副愤怒的威严相，注视着地上的国王。国王是大吃一惊，转念又一想不就是个小丫头吗？将来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估计那个能夺我王位之人早就死在我的剑下了这才收手。再说索性逃脱魔掌的大黑天被送到了偏远的乡下，寄养在一个农夫家里。在这乡下民风粗野彪悍的熏陶之下很快这大黑天长成了一个小顽童，淘气打架，上房揭瓦，是偷鸡摸狗，样样不落大黑天虽然调皮顽劣，但本性不坏，倒也没有长歪。根据国家反往事书记载，成年之后的大黑天成了一个斩杀妖怪的大英雄，还做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这一天，国王乌格尔森主宰的马图拉王国遭遇了内乱，他的儿子刚沙是一个残暴一心想着争霸天下之人，不仅篡夺了王位还将自己的父王关进了监狱。这勇武的大黑天帮助老国王铲除了刚沙，恢复了他的王权。事成之后大黑天率领族人迁徙到印度西海岸的德瓦尔卡，建立了一座新城，自己做了国王。由于大黑天骁勇善战，凡是他参战必定是战无不胜。在他的帮助之下不少民族取得了胜利，因此他被印度各国视为战神，成为了捍卫国家的精神支柱。这大黑天可不是一介莽夫，他还是一位修道人。成书于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歌者奥义书》记载，这仙人考罗安基罗有这么一位入室弟子，正是大黑天。这大黑天跟随仙人修道以苦行、布施、正直、不杀生、说真话作为支付祭祀的酬金。
大黑天人骨修行完成了所有的进化过程，成为不可毁灭者、不可动摇者，从而达到至高的光明。大黑天在世时充满了传奇，圆寂后也留下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神迹。故事呢，回到我们一开始讲到的2015年普里城的贾格纳寺正在进行的一个特殊的项目，为寺院更换新的神像。据寺院工作人员所说，这大黑天心脏见光就会震动，而且还会产生电能，用手触摸心脏还会被电到，所以更换神像必须切断一切光源，还得佩戴绝缘手套。被这外界传的是神乎玄乎的金刚心，又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根据释犍陀往事书记载，这大黑天圆寂之后猎人火化他的身体，所有的部位全都化成了灰烬，唯独那颗心脏是怎么也烧不化，看上去呢就像是一块坚硬的金属。熟悉佛家故事的朋友可能会听说过中国西安法门寺呢保存着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这甘肃威武市呢保存着鸠摩罗什的金刚蛇舍利。那么这个烧不化的心脏，该不会是金刚舍利吧？国王将大黑天的心脏视为圣物特意呢修建了寺院，塑造了神像，将这颗金刚心是毕恭毕敬的放到了神像中，一直呢保存在印度的贾格纳寺。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是降魔成道，为众生说法，宣说大黑天经典，阐明这大黑天在过去世早已成就佛位，如今显现的大黑天呢是来为穷苦的众生赐福的，是佛教的护法神。而在大日经书中大黑天呢被视为是大日如来的化身，他有2种法相，想要出魔时呈现出愤怒的威严相，是战神之相；赐福苍生时呢又显现出宽仁的悲悯相，是福德财神之相。释迦牟尼佛涅槃数百年之后这南印度呢出现了一位龙树菩萨。有一天，龙树菩萨在恒河边散步，发现了漂在水上的大黑天，将其带回到那烂陀寺，由此大黑天成了寺院的守护神。而随着龙树菩萨创立的密宗经过了印度、尼泊尔传到西藏，大黑天呢也随之落户西藏，成为西藏众生的守护神。转眼时间来到了13世纪初期，此时是成吉思汗龙兴大漠，率军征战，打破了各国的疆域界限，从而推动了蒙古、西藏和尼泊尔等地的贸易往来。藏传佛教，也就是喇嘛教，在蒙古是迅速传播。这些高原民族呢，通过商旅游牧的方式呢进行贸易，换取生活必需品，途中难免遭遇天灾人祸，自然而然的大黑天呢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保护神。那么大黑天有哪些个功德能够跨越国界，受到印度、西藏和蒙古人的信奉呢？第一，传说他有无量的神灵眷属，擅长飞行和隐身，能在战争当中呢保护那些个向他祈求的苍生，被奉为战神。第二呢，是能够保护众生食物丰足，所以又被奉为食神。唐朝时期呢，江南的百姓会在厨房和粮仓供奉大黑天。第三，他还能够赐予福德给贫穷的百姓，所以又称之为福德财神。这大黑天呢是少有的兼职神明集战神、食神、财神于一身，在中国江南、印度、东南亚一带具有广泛的影响。前面呢咱们提到了，成吉思汗是兵征天下，打通了洲际通道，使得密宗的大黑天呢迅速在蒙古爆红。那么在蒙古帝国不断向中原扩张的时代这民间呢也开始纷纷传说大黑天是领兵显圣，甚至呢包括南宋皇族在内的很多人也成为直接的目击证人。在蒙古入驻中原之前呢，尊号荡魔天尊的真武大帝在中原是香火很旺，深受很多的中原百姓甚至是皇室的供奉。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攻打军州之前呢，相传真武大帝在武当山显灵，留下了一行字，原文说：“北方黑煞来，武当避之。”也就是说这北方的黑煞要来了我得赶紧礼让，退避三舍。不久之后呢，真武大帝又在大松岭呢现身3日，当地的百姓也看到了这个神迹。一些个悟性比较好的道士领会到，这是天尊在提醒大众，劫难马上就要来了赶紧找个地方避一避。于是很多人呢收拾行装，陆陆续续的离开了武当山。果不其然，就在真武大帝显圣的第2年，这军州发生了范永吉作乱。这范永吉在自己的地盘上那是屠杀南宋官员，纵容部下是洗劫武当山，将各个神殿当中的贵重物品是洗劫一空。
很多人呢，由于真武大帝的事先警告，就躲过了此劫难。蒙古大军攻打襄阳城信奉真武大帝的城中百姓在驻岛时呢，也得到了警告，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武艺当地。按理说这真武大帝享受一方百姓的香火，手下掌管着一票荡魔天兵，这降妖除魔本就是天尊的本职工作，怎么大黑天一来，这帝君就撂挑子了呢？看来天要灭宋金二朝，众神也都是顺天意而行，真武大帝也不例外。于是中国史上出现了这玄武大帝数次回避大黑天的记录。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称帝，于1271年发布建国号诏，定国号为大元。为一统天下，这忽必烈着手征伐南宋。这一天忽必烈向西藏高僧八思巴请教，上师如今我已经派出大将伯颜领兵攻打江南，结果会怎么样呢？八思巴说，这伯颜足以担当大任，我将为他设法祈求上天赐福，保佑圣主军团。这八思巴的弟子当中有这么一位尼泊尔人，名叫的阿尼哥，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和雕塑家。八思巴派阿尼哥在涿州修建了一座神殿，面朝南方宋地，里面供奉着大黑天神像。这尊大黑天的神像那是惟妙惟肖，犹如鬼斧神工。上师八思巴亲自为神像开光，命弟子胆巴喇嘛在神殿内是秘密修法，保护忽必烈的军团。据《佛祖历代通载》卷30记载，这蒙古大军攻破常州时众人看到大黑天显灵，率天兵从西北方而来，为蒙古军助威。1276年，大将伯颜率军出征，征服了南宋将皇室宗亲送回了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他们途经涿州，经过阿尼哥之前修建的神殿宋人偶然见到了大黑天的神像，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先前领军的大黑巨人就是他呀。1318年，元朝公主完泽在全宁路新建护国寺，用以供奉和祭祀大黑天。文臣柳冠奉命撰写护国寺碑铭。碑文记载说，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兴建大蒙古帝国到元世祖忽必烈伐宋攻城，大黑天有镇邦护国之功，因此又号称大护法神。当时元朝很多的寺院都供奉着这尊护国战神。元朝退回草原之后将大黑天的纯金塑像也带回了漠北，一直传到了林丹汗时代。这林丹汗得天花病猝死之后这座纯金的雕塑便落到了皇太极的手中。为此皇太极还特意修建了石生寺。清朝入主中原在北京城内修建了大黑天神庙。后来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去世之后康熙皇帝将多尔衮的私人府邸改为喇嘛庙，供奉大黑天。这位被满蒙皇帝尊奉的护国战神，武力值爆表的大黑天又是如何润出了国门，成了日本的财神呢？这个则追溯到大唐时期。唐朝修炼文化昌盛各种宗教传到了中国，其中就包括密宗。传到哈地的这一支被称之为唐密，当时是在江南地区流传。唐朝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谈到了大黑天，说江南寺院中多供奉大黑天，但是过了江南就没有了。传入江南的大黑天起初作为寺院民间供养的食神，同时叠加了福德、财富等神职。凡是专心供养他的人大黑天都会授予他财富和官禄。民间传说很是灵验。唐朝会昌年间，唐武宗在汉地产出了唐密。庆幸的是在会昌法难之前日本学问僧空海将密宗带回到了日本。在嵯峨天皇的支持之下，空海是担任国师，在高野山创立了东密。而随着密宗传入日本的大黑天，在日本僧团的推广之下诞生了新的形象。日本僧界结合了创国文明之神大国主的形象，将大黑天塑造为头戴头巾、左肩背布袋、右手持锤、脚踩2个米袋的形象。大黑天融入日本之后成为了日本的7福神之一。在当今的日本，大黑天财神像经常出现在寺院、神社，伴随着日本人的生活如影随形。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